观众朋友们，午安！感谢您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我们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马上来关注哦。现在这个奥运场上也变成了中美之间对于禁药事件的角力了。首先来看一下，WADA他也现在正式跳出来哦，等于杠上了美国，就是他曝光了正式声明哦，就说 USADA 允许服用兴奋剂的这些运动员参赛啊，明显违反了世界这个反兴奋剂机构旨在保护运动竞赛完整性的规则哦，WADA 并没有批准过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多年来允许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参赛这件事情，直接开撕啊！那就连这个美国拿下9面奥运金牌的得主刘易斯也曾经承认哦，尽管1988年汉城奥运前呢3次检验都是阳性，但是最后还是被网开一面哦。那这个雅典奥运会的100米冠军贾斯汀，他2度被验出阳性，按照规定来说应该是要终身禁赛啊，但是这个 USADA 却是极力为他开脱，把这个终身禁赛缩短为4年。那现在大家就开始在爬书这一篇这个 WADA 里面还提到了哪些过去曾经有一些运动员可能有这个被验出阳性的这个禁药反应，但是仍然参赛。他是说2017年的时候，美国的运动员吉尔罗伯兹，他曾经在里约奥运的这个400公尺接力1600公尺接力他说他跟这个女友接吻，所以导致这个兴奋剂阳性。那后来就得到了这个 USADA 的赦免呢。然而在2022年，他又被再次验出这个服用禁药，所以后来他就没有用这个接吻理由啦，那就被禁赛了16个月作为处罚哦。那现在反正呢，至少 WADA 他们有3起严重违反这个兴奋剂规则的这样子案例哦，就是运动员后来还被允许继续比赛，所以呢，他们现在这个 WADA 就抖出来说，这个 USADA 一直在搞这些事情哦。那这一次其实竟然还有说，竟然有这个女子水上芭蕾的运动员哦，叫做Calista 刘哦，那他在赛前的兴奋剂检测是阳性，然后 USADA 就发文力挺啊，就说因为呢他睡在他父亲的床上，那他父亲使用的眼药水滴到了床上，所以他不小心吃到了，所以这个也没啥问题，这样子，这个是 USADA 的一个讲法。那所以反正呢，他们就讲说，在7月的时候已经做出裁示，他没有过失的违规，所以让他继续可以参与水上芭蕾队，也变成了就是现在大家开始反正就是中美开撕吧，就是你美国一直要我这个中国大陆的游泳队的一些这个成员一直验尿，那我们现在也反过来对于你这些东西开始提出质疑哦，在大陆上面的网络上特别这样的风气哦，整个已经这个火降不下来，大家已经对于美国的愤怒的怒火已经烧到了一个高点哦。比方说微博的一些热搜都是相关的这些词，美国选手自称接吻然后导致这个兴奋剂阳性，就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个。他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招呢？甚至有大陆网友讲说，奇怪了，这个验尿这个兴奋剂检测是尿液检查，他是用什么跟女朋友接吻的呢？就大家开始在那边神解读哦。还有就是大家也看到了一些猫腻点，就是游泳选手，就是美国游泳队的选手，大家不在讲说他们紫色的脸吗？人家想说是一个灭霸脸，那灭霸其实在台湾的翻译叫做萨诺斯脸，就是看起来就是怎么紫色这样子，好像涨红着、涨紫着脸哦。那这个奥运会转播的肤色，因为我们有版权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各个媒体的图片弄出来，我们只能用示意图。但是网络上面、微博上面大家都有截图就是说在美国使馆，他们自己 po 出来说，为这些选手们加油的时候，肤色是正常的，是白人的肤色。但是呢，奥运转播的时候肤色是紫色的。那其他呢？NBC 也有调过颜色，但问题是 BBC 跟加拿大
没有调颜色也是紫色的。人家讲说，这难道美国还知道这个要后期调整一下，是有一点粉饰太平吗？还是欲盖弥彰哦？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在质疑说，这美国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掩耳盗铃啊？为什么你脸是紫色的，你还要后期自己去调整颜色呢？那大陆网友就开酸了，就说这个白皮发现皮不白啊，于是把自己P成了白皮，然后说紫薯精的话题热门起来之后，现在就连镜头都少了，就是看完成绩之后就有意识的把头撇过去，就不要把脸对着镜头了。他们发现到这些状况，这是大陆网友的一些这个反攻哦，对于美国的一些禁药的事件。那再来我们看看潘展乐也带起了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硬气反击潮，因为他每次都是讲完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很高傲，这能说吗？然后现在开始有一个告状潮哦，那就连这个潘展乐告状之后呢，那现在都有新闻标题说这个告状行为开始人传人呐，就连体操选手张博恒也吐槽巴黎奥运的这些餐食哦，真的是一场不小的冒险，实在是不太好吃哦，所以现在告状风潮已经在这个运动员之间不忍了，可能也到了尾声。所以大家就开始把这些日子以来在选手村不吐不快的一些事情通通都端上了台面，在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讲了出来。那但是呢，我们看一下飞鱼哦，这一次菲尔普斯也有很多人就是去问他关于这个大陆选手的事件的他发表了一些看法，也让很多人觉得不以为然。但他现在讲说，看到美国队的成绩觉得挺失望的，应该有一些比赛呢，值得有更好的佳绩怎么会只夺了一金呢？那他说他很担心4年之后洛杉矶奥运也就是美国队的未来。现在看起来，其他国家都已经陆续赶上我们了。我认为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来很多事情其他国家也在做，他们已经赶上来了，所以他觉得未来挺不乐观的。但是也有大陆网友讽刺他说，是不是你对于美国选手嗑药之后成绩不理想，所以才感到失望呢？所以可以看出来，大陆现在目前对于美国的反感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点了，临界点了。那还有呢，我们看看这个中国大陆的药检呢，现在也质疑说，美国的田径选手是不是系统性的在使用兴奋剂啊？这难道不应该查吗？所以看起来现在这场奥运已经变成2大国之间的这个兴奋剂的一场这个等于说舆论战了。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这个美国方面改口是因为那个国际奥委会下面那个WADA他开始强力反击了，而且国际奥委会警告美国，说你如果再这样搞那我们就用药检为理由取消你2028举办奥运资格。所以美国当然吓到了那菲尔普斯也是改口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法国选手，因为法国有一个选手叫马尚，他拿到4面金牌嘛。那法国选手也去跟中国的游泳队道歉因为那天那个中国游泳队要跟他握手，他可能没看到了，不管了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啦，就是因为国际奥委会还是有它的标准啦。美国是这个 USADA 嘛，在那边乱他自己有他的 ADA 那人家是根据 WADA， 那中国也有 ADA 叫 CADA 那你这个就好比那个国际拳总就是那个拳击协会啦 IBA 在跟奥会乱嘛，那不是一样吗？你就要用你的标准来乱嘛。那你的选手脸色为什么发紫，你也没解释而且美国他有很多选手事实上也在药检出过问题，结果还继续参赛。这个 WADA 可以找到很多记录了那我觉得是这样啦，因为中国选手是因为上次2019年就在东京奥运7个月之前那有23个人药检嘛，那后来他们说是吃了好像是什么炸鸡吧，就微量那 WADA 那一次是判对比赛没有影响，所以让他过关然后那23个2019年被药检出来的人这次有11个参加巴黎奥运，已经隔4年了你认为他们还能怎样？而且这次的药检平均中国队每一个人大概是检查41次，对所以你还有什么话好讲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觉得坦白讲，你要从历史角度看，你才看得懂嘛。因为游泳是美国的地盘啊。事实上，这个就好比那个华为做出5G，美国不舒服嘛，说你怎么可以做出高科技一样嘛。运动赛事也是一样，你怎么可以进来游泳圈？而且还得金牌啊！这个事实上历史上也发生过好多次，比如中国队1984年开始进入体操，然后后来进入跳水，那跳水后来不是产生梦之队，那德国之声就开始讲一些有的没的啊，说全红婵根本就是文盲啦，都那边胡说八道这样说他什么都不会，只会跳水等等开酸，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你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体育了，你就知道这个叫做白种人的恐慌啦。他发现本来都是他垄断的领域，被你跟上了，被你追上了华为5G 就是你怎么追上了那现在电动车，哎呦，你怎么也追上了？你不可以追上啊！你要回去做纺织品、工具啊、玩具啊、雨伞啊，你应该回去做这个啊。那一样嘛，运动你应该回去打桌球啊，回去打羽毛球啊，这个我可以接受啊。可是你不能进来我的地盘啊。所以这个就是白种人的恐慌症啊。好，来问赖老师。就是你怎么对别人，你应该也要允许别人怎么对你嘛，这个才叫对等嘛。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做人做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可以追求你的最大的幸福，你也可以要允许别人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最大的幸福，这是很基本的道理。你可以查我，你也要允许我可以查你，这个就是同一个标准。可是如果说只能我查你，你不可以查我，那这个就是流氓，这个就是黑道啊，就是无赖。大家不能接受。现在的美国的问题就在于，只准我查你，不准你查我。你要查我的时候，我就抗拒。你看，他就引起公愤了，全世界都站起来了，大家都站起来。首先是中国已经被查到忍无可忍，而且中国说好，我自证清白，你要怎么查都可以。那因此我都配合你，我让你查，查到大家都看不下去了，说。史无前例，没有人运动员。其实只要潘展乐没拿到金牌都没事了。然后呢，对他拿到金牌，而且还4乘以100的，对吧？都拿到金牌，对吧？那都拿到金牌了以后，这个时候中国开始反击了。中国开始反击了，就是说好啊，你要怎么查我，我都配合你了，我证清白。现在我要查你。那当我要查你的时候，你美国这个不给查，那个不给查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家就不接受了。人家就会说你可以查人家，人家为什么不能查你？你怎么查中国的，那中国就有权利要求怎么查你。你查了每一个人，刚刚亮哥说41次平均，那你田径队的运动员每一个人至少也要被查41次，这个才叫做礼尚往来嘛，这个才叫做一律对待。当你拒绝的时候，你就是有鬼，心里有鬼。好，果然这个跟我们在前几次的节目，我们强烈的呼吁，4年以后我们的代表队，包括中华台北我们两岸的代表队到美国去的时候，只要你有可能拿到金牌的，都要小心。你不能睡美国人给你的运动选手村，不能呼吸他的空气，不能吃他的水，我们都有讲嘛。我们都有讲。现在果然美国证明了原来睡在爸爸的床，爸爸的滴的眼药水里面就有含类固醇。就有含禁药。爸爸不滴在眼睛滴床上，眼泪眼药水，眼泪的眼药水不能接吻，不能接吻。然后我们已经那这个证明了我们当时的推断嘛，我们说连空气搞不好都会给你加东西，连你的洗澡的水，我当初还没想过洗澡的水嘞，后来想想不对，洗澡的水也会吃到皮下吸收吸收啊，盖的床单啊、被褥啊都会吸收啊，哇，那不得了，所以我们才会。我们看，证明了。现在美国自己帮我们证明，美国人说，他接吻，所以被感染了所以有。因为他睡到他爸爸的床上，所以有了。哇，有了什么？不是有了，有了阳性的这个检验结果。对，有了。好，那所以好敏感，很敏感。好，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个就证明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因为美国已经帮我们证明。这些都会被感染，所以所有全世界可能会拿金牌的，或者会拿入围赢美国队的，每一个都要小心谨慎，因为你要当心被下药。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我们都知道 P 图就是造假嘛，
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图还是美了哈。可是问题是，当你官方的照片出来的时候，你只要修改的它的颜色就是造假。那我们要问的是，你美国的官方的使领馆，你po出来的照片为什么要造假？使领馆可以造假吗？使领馆po出来的照片可以修图可以造假吗？一旦你造假了，就叫做有鬼，因为大家都在问嘛，就是说连奥委会都在关注了，但是太温柔了。那我那个这样说，美国没有回答，我帮美国回答了，因为美国有回答。美国回答是这样：我们的训练强度强，我们的运动员很疲倦，所以我们变成紫色的。就正面迎接都是用面来迎接。对，那我们的问题是在于哪一个运动员的训练强度不强？对啊，哪一个运动员不疲倦？全世界的运动员训练强度都很强，你说我们台湾的运动员训练强度不强吗？很强啊！那个中国游泳队有公布他的训练过程，对，都是极限训练。对，然后为什么不变成紫色？那为什么偏偏就你美国代表队，而且不分人种都变成紫的？所以才会紫番薯嘛，紫番茄嘛，紫番什么的嘛，所以紫色就变成敏感的颜色。我故意那2天都带紫色。就是因为我要告诉大家说，这个颜色很敏感因为只有美国游泳队变成紫色。现在看到这个美国修图就人家就开始网络上有个笑话说，猜一个词叫做美图秀秀就是因为美国都要修图。来，将军，我认为这个兴奋剂的疑云呢，就是潘展乐他创造了记录，结果是变成潘展乐障碍，将来在这个奥运的游泳项目，尤其是100公尺。很难超越，那你这样的，大家马上就会来质疑。但是我认为，这个奥运比赛都是顶尖好手，大家体力都要发挥到极限。那我看了他的100公尺，包含他444接力的这个状况之下，我认为潘展乐赢在2个地方，这2个地方西方国家，尤其是反身，因为我反复在看他到底怎么去赢的。那他在100公尺的时候，他反身的时候，他在踢那个墙返回来的时候，他刚好抓到黄金角度。他们那个时候跟大家旗鼓相当，他一反身赢了。他换掉踢的时候，踢那个角的速度是非常的快。他的反身的这个取得晚了，时间浪费了；早了，你踢的脚要施力到墙的地方不够，所以早晚都不对。他刚好抓到那个黄金，所以他一反身就开始赢。我看的是这个，他反身技巧做得很好，大家都反身嘛，因为现在没有碰墙壁，都是一定反踢然后过去。他在这一方面可能，因为我们讲了，一个是体能，一个是技能，就是技巧，他在技巧上赢了，体能大家都到达巅峰，都差不多，都是大概伯仲之间，但是他技巧赢了。第二个他赢在哪里呢？他赢在反身之后他的海豚前进，因为还没有上来，你在这个一反身完毕之后，立刻先海豚前进，再上来，再手再出来游，他海豚前进，他摆荡的幅度比别人大，还有点像海豚这样子前进，然后再开始是这个样。那他这个技巧我认为不知道训练了几千次、几百次了。你才会有这个技巧，然后到最后面，那后面就开始赢了，就大家体力跟这个技巧大概都差不多了。那他反身跟海豚前进2个赢了。那我们可以看那个400公尺前面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是仰式，再来是蛙式，大家旗鼓相当，但是蝶式是弱项，蝶式输了嘛，蝶式第3棒输了嘛，那潘展乐是最后1棒，那潘展乐最后1棒那时候是输到0.72秒，因为他都有时差这么算。他输了0.7秒，他一跳下去之后也差不多跟没有怎么样。但是问题是又一反踢的时候又开始追回来了。一个反踢回来之后呢，他海豚前进一上来的时候开始领先，然后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认为他的就是他抓到了他这个潘展乐所创造的100公尺的障碍跟4接力的障碍，他后面的我认为是反身的技巧大概已经到达黄金比例了，最好的时机反身。然后另外海豚前进的波浪幅度非常大，我们可以看他海豚前进的时候，然后再起来。所以我认为美国输了之后，我认为他要去检讨他们的技巧，可能还没有中国大陆的选手炉火纯青。我记得看到潘展乐有一个专访就人家问说会不会吃浪，因为那个游泳池的这个问题嘛。然后他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是说领先的人不会吃浪，只有落后的人才会吃。所以他就说他是靠实力来赢的，他不会吃浪，因为他造成的浪才会让别人被吃浪。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哦，美国竟然太空人可能要被困在太空了嘛？这就是之前我们在讲说一言再言的这个波音星际飞机哦，在今年6月的时候首度实现载人上太空，结果嘞回不来，就是一直就讲说他们现在被困了，我们要赶快救他们回来。从6月初开始讲讲到6月中，讲到7月初，讲到7月中现在已经8月了，怎么人还在那儿？他们现在承认说可能没有办法了，得要求救了，然后使用求救，然后跟谁求救呢？要找马斯克，拜托帮个忙哦。那我们看这些太空人到底什么时候有机会呢？现在才求救的话，恐怕原定8天返航要待到2025了。哇，这趟旅程突然延长了行程滞留在外空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体验。但如果不是说现在大家美国通通都在忙美选的话，这件事情很大条照理说应该要全球性的这个瞩目，结果现在美国媒体自己都在忙，在看美选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现在呢，等于是在太空已经待了2个多月，因为这个太空船多个推进器在对接的过程中失败了，所以现在太空舱出现令人担心的氦气泄漏的问题，所以 NASA 也好，波音也好，都还在找办法那拜托马斯克帮个忙吧。所以他们现在已经等于是超支了15亿美元所以现在 Starliner 的船出了问题，得要靠 SpaceX 把他们2个给带回来吧。但是最快也得要等到2025，也就是说要待6个月才能够返航，这也是重创了波音我们看到这一阵子波音的飞机已经是接二连三出事故了，现在到太空照样也是掉漆，所以看起来美国是不是也反映出来国力的问题，真的是令人堪忧。那现在美国都在忙着这个选战的事情，最新消息出来了，终于这2位这个川普贺锦丽敲定了这个辩论时间，就是原定的9月10号，就是原本川普要跟拜登辩论的时间点那会在 ABC 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来进行，那也是2人的首次正面交锋。贺锦丽就发文了，说非常期待川普对于9月10号的辩论做出最终的承诺。贺锦丽他在这个底特律一场造势大会落幕之后受访，表明说放马过来，愿意参加更多的辩论会，而且现在他为什么士气大增呢？大家说因为有一个人女神级的角色泰勒斯 po 出了一张神秘的照片他在 IG 上面 po 了10张明明是演唱会的照片，紧急那结果呢集锦了，那但是呢在第7张照片里面大家发现说这个人的背影那么熟悉，怎么穿着裤装高跟鞋，这个长发女子的背影看起来有一点像贺锦丽那是不是他在预告还是埋下伏笔说他有可能会去站台？因为过去大家都知道他是比较支持民主党嘛，曾经也跟这个拜登同台过，所以现在有一些疯狂歌迷就猜测了是不是泰勒斯要表态了，泰勒斯不忍了，泰勒斯要站出来挺贺锦丽了，还是说这是一种暗中支持呢？一个正面一个反面那这个看起来现在目前这个泰勒斯这边的公关对外窗口还没有正式回复，但是现在看看经济学人的一个调查，在8月4号到8月6号的最新民调有 40% 的人认为贺锦丽会赢得2024的大选，只有 38% 的人认为川普会赢。但是呢这个也是其实各式各样的民调此消彼长就是双方都有这个比较有利于自己的民调那反观我们来看看范斯呢，现在好像已经觉得自己10拿9稳了，胜券在握了哟。他现在已经开始觉得说，空军2号之后以后就是他的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之后当副总统的话，空军2号就归他用嘛。那这个华兹就在抨击川普跟范斯现在经济政策那特别对于中产阶级劳工阶级造成非常严峻的经济困境。可是范斯想的不是这些，范斯想的是，空军2号，是我的。我们来听一听。I just wanted to check out my future plane, but I also wanted to go say hello to the Vice President and ask her why Kamala Harris why does she refuse to answer questions from the media? And I also thought that the press gaggle following her might get a little lonely. 对，所以范斯呢，他可能忙着想一些无为不为的事情嘛，一方面在想着空军2号，一方面在算说，贺锦丽你代表参选之后都没有接受媒体专访，现在已经18天了，都在数一些这种事情那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就讲说，奇怪了，这个重罪犯派
万斯在贺锦丽的活动当中围堵他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他真的会开始在停机坪上面跟踪他哦，这真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个感觉哦。那贺锦丽呢，他自己演讲的时候呢，现在看起来他的赢面或者是说他的一些民调反映出来，好像有一些都有超车川普，但是他会不会最大的挑战？也许不是川普，也许是有一些人觉得你们民主党的烂尾，你还是要收啊。比方说，像是这些挺巴的示威者，我们来听一听。Intends to cut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He intends to surrender our fight against the climate crisis, and he intends to end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You know what? If you want Donald Trump to win, then say that. Otherwise, I'm speaking. 好，所以现在恐怕最大的挑战还是中东问题要赶快解决哦。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我觉得贺锦丽最大的助选员应该是万斯啊。川普那个副手再多搞一点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是最大这个助选员啊。我觉得他引起的中间选民跟美国主流的反感是越来越明显啊。尤其现在又对比这个隔壁的老爹啊，华兹，这个华兹真的，我跟你讲，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啊，比较两个人的财产啊，那万斯的财产是华兹的40倍那我坦白讲，华兹他是明尼苏达的州长他一辈子就当高中的老师，然后当国民兵当了24年，就是最普通的美国人啊，然后他的财产都一直没有增加。坦白讲，美国的政治人物做到这个程度，我还真的不多见他就是一个平平实实、很朴实，然后老婆也没有去赚什么大钱，就两个人的财产是万斯的1/40了。那所以这个人讲话，他讲话又不会去带那个政治口号，他就是很朴素的用他的语言讲出来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坦白讲，这个隔壁老爹啊。尤其他是对比万斯就是充满政治口号，充满刻意，那充满他虽然是穷苦出身，可是很快跟当权派还有这个华尔街结合，这样就铜臭味了。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啦，所以我觉得万斯再多表现一下，就会，我觉得川普会越来越麻烦啊。那当然，贺锦丽最大的问题，我事实上在我们这个节目我也讲过了。事实上，贺锦丽最大的变数就是那个纳坦雅胡跟普京啊，因为纳坦雅胡跟普京都希望川普当选，所以他可能会给你制造一些变数啊，甚至我认为川普那边会得到中东的情报，搞不好都是纳坦雅胡的朋友提供的然后最近不是乌克兰去强攻那个库斯克吗？那引起了普京很大的反弹嘛。我认为普京要在乌克兰制造一点变数也不难。所以我觉得贺锦丽这个才是他真正的比较大的挑战啊。就说未来这2场战争你要回应啊。对，因为你是潜在的可能的总统啊。那这个他就比较麻烦。好，请教赖老师。这次波音的出状况真的是让 NASA 颜面无光了，因为 NASA 当初是为了平衡嘛。所以强力的支持波音也在发展太空计划。那因此美国在国际太空站中就有2个停泊点因为有6个停泊点，4个是俄罗斯的，2个是美国的。那2个美国里面，一个是给 SpaceX， 一个就是给波音用。现在的波音是卡在那个地方了，人送上去了，但是回不来，还是修复不了。那怎么办？时间越来越过了。之前颜面无光，然后故意装得很镇定，然后那个波音的太空人也装得很热情、很开心。可是问题就在于都是装的嘛，装的就经不了考验。现在的情况是要再拖延下去，要拖多久？那要不要找 SpaceX 来帮忙了，来救援了？这个对波音来讲，第一个是损害很大，杀伤力很大，对 NASA 也是，而且是这个钱要怎么付？你要找 SpaceX 马斯克是做生意的对，那你要付多少钱？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原本在明年2月的时候 ，SpaceX 要打出去的时候是要送4个太空人上去，但是要把2个太空人接回来。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要把目前的太空人接回来，那目前的计划是只送2个太空人过去，留2个位置，然后让这个2个太空人回来。对。可是问题是，原来的波音它为什么只有2个太空人上去？因为它有3个位置，为什么只有2个人？是要接另外1个人回来。好，那你想，如果到明年2月2个人上去接2个人回来，那还有1个人留在那里。那个人本来是在上个月就要回来的人，结果他在明年2月还回不来，然后还要再往后延下去。那这个人是谁？那如果说假设是原本应该要接回来的人，他们留在那里，那他留的时间太长了，超过1年多以上，这个对太空人不是一件好事情。这是第一，对他的身体、对他的家庭、身心都不是一件好事。在那么狭窄而且很臭的空间中生活那么久，不是好事。那如果本来这2个太空人是要把人接回来的，2个人已经多留了半年了，然后要他们2个人中是女生留下来，是男生留下来，这又是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 NASA 现在目前来讲，他面临的困境，然后要不要请马斯克帮忙？可是如果马斯克帮不上忙，或者没办法解决问题，最终能解决问题的可能还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有停泊点，俄罗斯有火箭。问题是美国开得了口还是开不了口？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开不了口，所以才没有办法请俄罗斯帮忙嘛。对。那现在怎么办？那最后硬着头皮还是要开口了。好，请教将军。那我认为这个国际太空站呢，它这个当初应该要有备用计划。我们平常的时候都会说，如果这个太空船没有办法，有困难没有办法接回来之后，另外一个应该马上替补上去啊。总是任何我们都要有备用计划。万一这个太空船是有故障或在空中的话有一些问题没办法再使用的时候，地面上这个太空船呢还可以再发射把那个太空人接回来。这方面这总会没有那么周延的计划了。那现在问题是，这2个太空人到那边去的话，它会过度消耗里面的食物跟氧气。一个太空人大概一天呢，基础代谢率就不要过度的运动，大概一天要353公升的氧气才可以生存啊。你看，你如果要延半年，你看多少的氧气？当然，它一送上去是液态氧，然后再变成转化成混合氧，因为我们呼吸都用混合氧。那混合氧的状况之下，但是也要带液态氧上去啊。食物好解决，太空食物都是我们知道高单位浓缩的蛋白质跟我们知道的淀粉，你吃的都类似牙膏一样，那个酱，那个类似果酱一样的，那是高单位的食物好解决，但是问题是氧气的问题。那你好，那就要我们这个载人太空船就不动了，那载货太空船要过去啊，你载货太空船还是要过去啊，变成这个状况。所以到认为我认为它这个整个太空计划，因为太空啊，它有3个特色：高风险，第2个高价值，第3个高科技，它3高嘛。尤其是高风险，那高风险，你高风险越是有高风险的工作或者是任务，一定要有备用计划。如果是一般的那没关系吧，一般就是一般嘛。但是太空任务不一样。那我认为美国在波音，尤其波音这方面，最近出的事情比较多，那你更要有备用计划。那将来的话，如果是那个太空站有一些在太空站，如果现在有一些爆炸或火警，要立刻离开太空站，他们现在谁去接？没有人可以接嘞。那怎么办？那这风险有多高？这有多大？就像中共的这个太空站的天宫号，它有神舟17的神舟17上去，神舟16下来啊，神舟19上去之后，神舟18下来啊，它挂在上面就是了。它挂一个，万一太空站有爆炸有火警，立刻做神舟19就立刻逃离了。这个样，结果美国在这一方面没有这方面备用计划，换句话说，它整个的风险更高。因为你有备用计划，我把应用备用计划造成风险的管控，让这个状况能够有替代方案可以来做实施，而且它的高度也不高，在408公里的地球轨道上面嘛，不高嘞。如果它是高轨，困难度蛮高的，它也是低轨啊，408公里啊，而且绕行的速度也是一样，每秒钟7.6公里的速度啊，也是一般的，没有说有特别的高难度啊。但是它这个备用计划，我认为是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
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的中东大战到底进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现在目前大家等啊等，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伊朗有动作，为何按兵不动呢？阿拉伯的媒体就在讲说，现在在等伊斯兰合作组织的特别大会，这是美国的情报消息人士讲了，因为伊朗对于以色列暗杀哈尼亚这个报复行动，感觉上面好像比预期时间拖得比较久一点哦。那可能是伊朗现在要在这个组织大会上面呢结束会议，可能要有一些讨论之后再来采取行动。那所以人家讲说，这是在藏布局，还是伊朗真的是缩了呢？有这样的一些外界的揣测哦。那根据《纽约时报》讲说，德黑兰和其他13个省份呢，他们所有的政府机关7号的时候呢，8月7号停止上班，而且东西边境部分的地区行政办公室上班时间甚至还缩短，只有这个上午6点到10点钟。另外，当局也发布了民航通告，也就是7号的晚间到8号要进行一些炮火的行动，而且维持数个小时。这尽管现在伊朗报复的时机、范围跟方式都是未知数，但是他们当局好像不断在做一些预备，不断在喊话。可是民众现在在备战上面好像还不是很清楚全貌到底是如何。那现在伊朗的讲法仍旧是对于这个以色列喊话，就说一定要付上高额的代价。那美国也警告伊朗说，如果对于以色列你们发动这样的反击的话，会有非常严重的风险哦。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中东的战云仍旧是密布的状态，只是没有人可以猜得到底伊朗会是什么样时候行动，究竟是在布局，还是他延迟行动，或者是不行动，变成了现在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一直在想方设法想要打听这样的消息。那再来倒是抵抗的轴心国先有一些动作了。也门胡塞组织的领导人他们讲说，对于上个月以色列针对也门的一些空袭行为呢，胡塞武装组织一定会发动报复行动，而且呢，这个行动很快就会来了。他们跟这些抵抗轴心也就是指像是伊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啊，还有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这些地方反西方或是反以色列的民兵组织现在正在进行一些力量的协调合作啦。那他们就会对于以色列来共同联合展开反击行动。那还有外媒提到了现在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呢可能独立于伊朗来进行一些袭击我们刚刚讲到伊朗现在好像正在评估减缓了他的报复行动的时间那但是会不会先由这样子的一个抵抗轴心国先来开战？那根据这个熟悉情报的人士来透露，现在真主党可能会先有动作，就是有别于伊朗的这些动作之外，在未来几天就先对以色列来发动攻击。那以色列也呛明了，他们的国防部长格朗特就讲说，如果你伤害到我们的平民的话，我们将会10倍奉还这个付出极高极惨痛的代价，你们就等着看吧。就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先呛瞎在前头。那再来代理人战争，好像也看到了，就是美俄之间的互相牵制因为呢，这次伊朗背后已经开始有站上了俄罗斯了，俄罗斯已经很明确的提供伊朗一些这个防空啊，或是雷达相关的一些武器等于是好像本来以色列背后站的是美国嘛，那伊朗现在背后也有人了，所以美国是不是为着要来牵制以色列牵制俄罗斯，所以开始准许乌克兰有动作了。一直以来这2年多来我们看到这个俄乌战争，美国设下的一条线就是叫乌克兰不可以打进俄罗斯的境内，但是现在乌克兰是直接进攻俄罗斯了，部署1000名的兵力，还有超过20辆的装甲车、战车。现在说这个俄罗斯的库斯克州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200名的居民现在开始撤离泽伦斯基开始大动作要反击俄罗斯了吗？他们说俄罗斯把战争带进了我们的土地，现在也是时候了，让俄罗斯来感受一下自己干了些什么样的事情让他们体会一下这个战争的滋味。那是不是就是源自于说普京派了绍伊古去伊朗，所以美国要来牵制俄罗斯，让乌克兰有这样的进攻动作那我们看到普京讲了，他说众所周知
基辅的政权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挑衅，使用飞弹这些武器朝民宅、救护车无差别的开火，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挑衅。那当然，对于北极熊来说，你要是戳我眼睛，我一定会给予反击嘛。所以普京是不是真的发飙了？他现在呢，在这个紧急会议上面呢，开始有一些后续的规划。那乌军打进了俄国，美国现在啊又开始对外说一个讲法讲说，不支持。不知情，但是是不是就是美国受益的呢？他说没有违反武器政策，好像我说我不晓得，但是这个好像也没有违反规定，跟他以前说绝对不可以打到俄罗斯，好像说法有点转变了吗？这是不是一个美俄角力呢？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其实伊朗要打以色列已经过3天了，那他这次跟上次不一样，就是他没有预警。上次是让打之前还特别打了招呼，这次没有啊。那有人认为拖时间拖越久，表示可能会准备打更大。因为坦白说啦，从伊朗到以色列是1200公里啊，所以他射飞弹、无人机等等被拦截的几率是很高的啦。所以我认为他这次可能会象征性的。就是不会像上次打到300枚啦，都从伊朗打，你的浪费嘛，所以他是不是会挪到叙利亚打，然后跟黎巴嫩真主党一起搞你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关注的状况，因为如果从叙利亚还有结合黎巴嫩真主党打以色列北部，就那边可能会有地面战争，然后导弹是从叙利亚啊，那我觉得这个恐怕就不是1-2天了啦。而且，我认为他打的地方可能还会包括戈兰高地，那等于就是他对以色列占领的地方，那也正式表示不承认，因为川普已经承认了，那如果这样，这个就挺麻烦的啦，不会迅速结束啊，所以我是觉得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啦，因为毕竟他已经跟联合国打了照会，说他要做自卫反制。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没有动作了。虽然他那个总统他的总统就是担心会把伊朗的经济整个拖垮所以跟那个宗教领袖是有不同意见的。可是伊朗的军事是宗教领袖决定的啦，不是总统那另外就是有关普京对那个乌克兰进攻库斯克州感到愤怒其实我觉得这个有2个方面可以谈第一个。乌克兰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认为乌克兰他大概也预期到谈判快到了，可是他没有任何筹码，所以他就要让他的恐攻成为一种不确定因素。他是让他的模式是恐攻你进去1000人，只伤到30几个人，所以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地面作战那第2个有没有美国因素？我坦白讲，我比较打个问号啦，因为。这个实在是不像真正的战争好，来请教赖老师。这一次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情报事实上是失灵有关于这一次的伊朗的问题，因为他预估说是8月5号左右，那么伊朗反击，结果没有反击，而川普的情报也失灵，川普说晚上就反击了，也没反击现在在考验的就是以色列的情报，因为以色列的情报预估是8月12、13。所以是下礼拜，伊朗开始在他们的羞耻日，就是以色列的羞耻日中，再给以色列羞耻，这样的一个反击。那预估是在12、13，究竟如何，没有人知道。所以下礼拜大概就看以色列情报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有做动作了，以色列他就提到说，他已经愿意在8月15派出这个谈判的代表团。来谈说，如果你伊朗不报复、不反击，那我们就对于这个以哈的这个加沙地区的战争，我们可以愿意进入这个停战的谈判。所以预估是12、13打，但是我的谈判代表团是15号打，15号谈。所以如果你不打，我们就谈；如果你打了，我们就不谈了。用这个方法来去做交换，这是以色列在空中释放出来的讯息。美国的白宫在今天放出一个新的讯息，白宫的发言人说，伊朗没有充分的理由对以色列进行全面性的反击，
所以美国已经派出史无前例最强大的军力，包括 F-22等都已经压过去了，航母也都压过去了。所以你伊朗如果对以色列报复采取军事行动的话，我将会让你的经济军事受到严重的打击。所以美国等于是也在威胁伊朗了，恐吓伊朗。那现在问题是，伊朗是纸老虎还是美国是纸老虎？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以色列不是纸老虎，以色列说打就打很敢，很鲁莽。但是问题是，如果伊朗在下个礼拜没有反击，那伊朗怎么对于他的海外的这5个武装机构来去做交代？他的哈马斯，伊朗尊贵的客人到他们家去做客，来去参加他们的总统的就职典礼，结果就在伊朗的境内就这样被杀了，而且是被赤裸裸的就这样直接杀害。如果伊朗没有任何反应，那这个伊朗怎么去向哈马斯交代？以后哪一个武装机构领导人敢去伊朗？我觉得这个对伊朗来讲是不得不交代的。可是如果伊朗果然没有反击，那就是被认为伊朗是纸老虎了。可是如果伊朗反击，而美国没有去直接轰炸攻击伊朗的话，那美国会不会也是纸老虎？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这2个单位2个国家都在摆出一个姿态，但是最终只有1个国家会是纸老虎，那就在考验下个礼拜了。好，来请教将军。我认为这个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在这双方都各有优势。我认为以色列优势在火力的优势，因为它毕竟在中东历经了5次战争之后，它在国防军事这方面，它是跟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具有相对的优势，都一直存在。但是它是因为先进工业国家，所以它如果这个战事一拖久哪怕是没有战火，没有整个爆发，但是对它的整个经济、国脉民命，还有它社会秩序、人民的生活，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那这伊朗怕不怕拖？黎巴嫩或者叙利亚或者是也门的胡塞组织怕不怕拖？他们不怕拖他们国家反正都已经受到美国常年的经济制裁，生活条件都一直都是这样，没有办法这个有很明显的这个进步。那在这一方面，反正他不怕拖嘛，但是不怕拖，但是以色列被拖下去之后，这样以色列会造成他的国家所面临社会的压力、百姓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以色列有一个，他就是说，将来以色列报复的话，他会对平民做报复。你看他们，如果杀了一个以色列平民，以色列要10倍来报复，那这样子他会滥杀，这样子的话一定会滥杀无辜。这滥杀无辜也会对这些不管是黎巴嫩真主党或者叙利亚的这些军队来看，也会造成压力，因为他们的平民百姓会造成很大的损伤。尤其这一次在加萨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的胡塞组织，你看死了39000多人，大概现在目前已经超过4万人，结果70%是平民百姓，都是这些，还包括老弱妇孺。那这些手无寸铁的死了那么多，你要如果算一算的话，也是就是2万多人，快3万人是平民百姓的。所以以色列在这方面，它是无差异的攻击，无差异的杀戮。那这个也会造成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伊朗跟黎巴嫩、叙利亚这些国家这方面的压力。那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在这一方面，这个乌克兰的泽连斯基这个跨境攻击到俄罗斯，深入俄罗斯的境内10公里，这1000人。但是我认为他这个在跨境攻击能够产生多大的战略的效果，我认为非常有限，因为这个兵力太小。第二个，深入的距离是非常有限的，只有10公里，但是却是冒了非常大的风险。只要俄罗斯的军队把乌克兰跨境攻击的补给线一切断，前面的话到时候弹尽粮绝之后，这些人也就束手无策了，没办法发挥活力。除非乌克兰有空权资源，但是目前来看不出来乌克兰能够在那个地区有掌握空权的这方面的能力。所以这个跨境这个策划可能只是个骚扰式，但是问题是牺牲了这1000的官兵弟兄，我认为这个代价太高。